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所有台湾人都不希望发生，却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共真的打过来，台湾挡得住吗？台湾的军事实力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台海局势持续紧绷，中共解放军的军机军舰频繁在我们周边演训威吓，尤其到了2025年底，中共甚至以实弹军演、环岛封锁、短暂切断台湾本岛与金门马祖的航线，还从福建朝我们附近海域发射长程火箭弹示威。可以说，战争阴影从未离开台湾上空。然而，担忧归担忧，真正关键在于，如果战火烧到眼前，台湾真的有能力抵挡住世界第3大军事强国的进攻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台湾的防卫力量与中共犯台可能面临的挑战，以浅显的方式带大家看清这场存亡之战中我们手上的盾与矛。首先，我们要了解中共可能打过来的方式。两岸军力如今极其悬殊，中共解放军拥有200多万现役部队、上千架战机、上百艘军舰与无数飞弹。若北京下定决心对台动武，可能采取的战略不外乎几种：飞弹与空袭打击、海上封锁、斩首奇袭，以及最终的全面登陆入侵。中共可以先以密集飞弹轰炸瘫痪台湾的防空与指挥系统，同时出动海空兵力封锁岛屿，切断对外补给，再视情况尝试派特种部队奇袭领袖或重要据点，最后再出动大规模2栖登陆部队登岸，夺取领土控制权。这听起来像是铺天盖地的攻势，压力山大。但战争从不是单方面的游戏，台湾也早已布下种种防线，等待这一刻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可能的作战阶段，一步步看看台湾有哪些本领来对抗如此庞大的入侵威胁。第一波攻击，飞弹雨与空中袭击。中共若犯台，极可能一开始就动用优势的飞弹火力，对台湾展开外科手术式的密集打击。数百枚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可能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小时内从对岸划破天际，直扑台湾的军事设施、空军基地、雷达站、防空飞弹阵地、指挥所、弹药库、港口码头等等，企图是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就瘫痪台湾的预警和防空能力，使我方陷入瞎子与聋子状态。面对这石破天惊的第一击，台湾挡得住吗？也许无法100%挡下，但绝非任人宰割。多年来，台湾军方早有准备，遍布全台的乐山长城预警雷达与各型雷达网，能在飞弹升空的瞬间就捕捉轨迹，启动预警机制，全岛警报声将在数十秒内响彻云霄，部队和民众可立刻转入掩蔽状态。接着，我们部署的防空飞弹系统会迅速迎击，其中包括美制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具备反弹道飞弹能力，守护着台北等关键区域上空，还有国造的天弓系列防空飞弹，形成分层防空网。尽管敌方来袭飞弹数量庞大，我方防空飞弹也有限，不可能拦下每一枚，但重点目标都早已加强防护。许多雷达站、指挥中心深藏山腹坚固，工事中弹药库分散隐蔽，战机有防爆掩体保护。就算跑道被炸出坑洞，空军还备有战备跑道，高速公路备降跑道可以转场起降，工兵部队也能火速抢修。换句话说，第一波飞弹攻击可以造成重创和混乱，但不足以让台湾丧失战斗能力。国军辛苦打造的抗炸设施与备援系统将确保战火中我方首波不倒。只要撑过这致命的最初几天，台湾的反击力量便有机会展现威力。当敌方飞弹袭击展开时，台湾也不会只是挨打而已，我们手中也握有矛，可以适当时机予以还击。长久以来，台湾低调发展了一系列精确打击武器，例如雄风2E巡弋飞弹和云峰飞弹等，据传射程可及对岸内陆的重要军事目标。如果中共对我们重要据点发射飞弹，我方也有能力对发射源进行反制攻击，打击沿海的飞弹发射阵地、雷达站或军事机场。这种以牙还牙的反制虽然无法完全阻止敌方，但能扰乱其攻势节奏，让对方付出代价。不仅如此，台湾近年也向美国增购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和陆军战术导弹、AT-ACMS 等远程火力。一旦战端开启，
这些机动火箭发射车可以迅速从隐蔽处现身，朝台湾海峡对岸的共军集结港口、船团，甚至更远的军事设施发射远程火箭弹。想象一下，当共军在沿海港口集结登船时，突然头顶出现我方远程火箭齐射，码头设施炸成一片火海，运兵船只熊熊燃烧，能有效研制甚至破坏敌方登陆企图。总之，在第一波远程对决中，台湾尽管居于守势，却绝非只能挨打。我们将奋力削弱来犯者的锋芒，为后续防御争取生机。制空权与制海权之争，以寡敌众的空海对决，在飞弹齐射之后，战争进入空中和海上的较量。中共的空军和海军总兵力数量远胜我方，战机数量约是台湾的数倍，各型驱逐舰、护卫舰更是铺满整个西太平洋。面对铺天盖地的共机共舰，我们能抵挡多久？答案取决于不对称作战的巧妙运用。首先看空中，台湾空军现役有各型战斗机约400架，主力包括升级后的 F-16福特战损战机、法制幻象2000战机以及国造金国号战机等。数量虽不如解放军上千架歼击机的规模，但我空军有自身的优势，我们是在主场作战，所有战机可以在本岛机场或公路迅速起降加油挂弹，再度投入战斗。而解放军的歼、16、歼、10等战机从对岸起飞，必须穿越海峡抵达台湾上空，作战半径受到燃油限制，制空时间有限。一旦空战在台湾上空打响，我方飞行员将在熟悉的领空为家园而战。历年汉光演习中，我们也演练过战机在高速公路紧急起降的画面，充分展现出空军的坚韧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强大的地面防空网协助，除了先前提到的爱国者和天弓飞弹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复仇者、防空导弹、陆舰2近程防空系统等部署机动，专门猎杀低空来袭的直升机或逆踪巡弋飞弹。此外，美方也协助提升我方的空中预警与直管通讯能力，整合各式雷达与战管中心，让空防作战如同一体。当敌机大编队靠近时，我方战管人员早已引导战机埋伏有利位置，地面防空单位也张开天罗地网，等待猎物。敌军若要取得制空权，必须同时压制我空军和所有防空火力，这绝非易事。回想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军为了压制伊拉克的防空网，也花了相当长时间与精密计划。台湾的防空体系经多年经营，并不会在短时间内被全面拔除。只要我们的战机和地对空飞弹仍存活，台湾的天空就不会完全落入敌手。再看海上战场，共军若企图渡海登陆，制海权的争夺至关重要。解放军海军近年发展迅猛，现役驱逐舰、护卫舰加起来超过100艘。2栖登陆舰船更是一批批下水，包括类似美国塔拉瓦级的大型075型2栖攻击舰，能搭载数十辆装甲车和直升机，以及071型船坞登陆舰等重型登陆载具。在数量上，台湾海军只有相对薄弱的几十艘主要作战舰艇，包含4艘济德级驱逐舰、基隆级约20艘各型护卫舰以及少量小型巡逻舰艇。常规舰队正面硬拼，我方几乎没有胜算。然而海战从不是简单的大舰对决，台湾扬长避短，早在多年以前便确立不对称海战，思维部署许多杀手锏来抗衡庞大的共军舰队。首先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反舰飞弹部队，国军研制的雄风2型、雄风3型反舰飞弹，分别是次音速和超音速反舰武器，威力强大，精度极高。这些反舰飞弹大量部署在机动发射车上，平时藏匿于山区隧道、滨海丛林中。一旦战争爆发，机动联队会分散到各处海岸隐蔽地点，悄悄架设发射架，锁定海面上的敌舰编队。当共军舰队逼近时，只要一声令下，上百枚飞弹可以从陆地各处齐射而出，化作四面八方飞来的利箭扑向目标。解放军舰船再多，也难以同时防住如此密集的饱和攻击。特别是号称航母杀手的雄风3型飞弹，飞行速度达到音速3倍，敌舰雷达在终端阶段几乎难以反应，一旦命中，足以重创甚至击沉大型战舰。可以说，台湾整座岛屿就是只潜伏在海上的刺猬，密布的飞弹
就是满身锋利硬刺，等着刺穿冒进的猎物。除了岸置飞弹，我们还有另一项阴影中的利器潜艇部队。长久以来，台湾舰队中最缺乏的就是数量可观的新锐潜舰。不过近年来，这个局面正在改善。2023年，国人引颈期盼的首艘国造潜舰海鲲号正式下水，预计2025年前后成军服役。海鲲号采用先进柴电潜艇技术，配备鱼雷与潜射飞弹，能长时间隐没在深海中等待战机。而在它之前，我们现有的2艘老旧潜舰也仍具备威胁力。不要小看这区区几条潜艇，狭窄的台湾海峡海域其实非常适合潜艇埋伏。一旦战时，共军舰队若要渡海，势必要提防每一片幽暗海水下潜伏的死亡幽灵。我方潜艇可以悄然跟随敌运输船团，选取最佳时机突然发射鱼雷。历史上，诸如2战的大西洋战场，潜艇击沉了大量运兵补给船，让强大如美英舰队都头痛不已。台湾的潜艇虽不多，但哪怕击沉几艘大型登陆舰，就足以让敌军2栖部队登陆计划陷入混乱。更何况，我们的潜艇部队在未来还会扩充，提升区域制海的下阻力。除了潜艇之外，台湾海军也发展了一批小而快的导弹突击艇，例如雄风快艇、沱江级巡逻舰等。它们体型小，速度快，配备多枚反舰飞弹，适合在近岸海域出没打带跑。战时，这些迅捷的海上游击队将灵活穿梭于沿海港湾与岛屿之间，趁敌不备突然袭击，发射飞弹后立即高速脱离，让笨重的大舰队防不胜防。总而言之，台湾在海上的战略不是与共军舰队对轰炮战，而是运用灵活隐蔽的非对称战术，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削弱并迟滞敌人在海上的推进。只要共军的登陆船团在海峡上遭到重创或延误，登陆战的胜算就会大打折扣。历史经验显示，跨海登陆是极其复杂而凶险的行动，一旦在半渡时受到打击，往往全盘皆输。台湾海空军与飞弹部队要做的，就是全力让敌人在渡海阶段付出惨痛代价，甚至将其挡在海峡中线以西，难以顺利登陆。滩头决战，钢铁洪流对上全民防御。现在假设，尽管我方空防和海防拼死抗击，仍有部分解放军登陆部队成功冲破枪林弹雨，在台湾本岛登上海滩。战争进入最残酷的登陆作战与陆战阶段。传统观点认为，一旦让共军在本岛站稳脚跟，以其兵力之巨、装甲之多，台湾恐怕难以驱逐。然而，我们不妨深入思考，台湾真的会这么容易被击溃吗？事实上，国军和政府多年来早已规划滩岸歼敌及后续纵深防御作战，把本岛变成一座难以吞咽的坚硬堡垒。首先，登陆点的选择对攻方来说是两难。台湾海岸线多为峭壁或礁石，真正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滩头其实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部少数几处平坦海滩。然而这些地点，国军早已了若指掌并经营多年。以最可能的登陆地之一桃园新屋海滩为例，这里地势平坦且离台北不远，假如敌军想迅速攻取首都，可能在此登陆。然而新屋海岸从早年起就部署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钢筋水泥、碉堡、反登陆壕沟，刺猬般的障碍巨马林立，更不用说地下还预埋了大量地雷。一旦战时敌军登陆艇靠近，岸防部队会毫不犹豫引爆预设的海底与沙滩炸药，让整片海岸线变成地狱般的陷阱。同时，沿岸部署的重型火炮和多管火箭会进行饱和射击。国军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在战时将齐射，把登陆海滩炸成焦土。试想成千上万名敌军士兵挤在狭窄滩头，头顶火箭弹如雨倾泻，四周又是枪林弹雨，登陆势必付出巨大伤亡。这还没完，真正致命的是随即而来的装甲反击。我们的陆军机甲部队早已在内陆待命，等候出击良机。一旦敌军陷入滩头混乱，我方 M60A3 坦克、CM11 勇虎坦克以及未来将列装的 M1A2 艾布兰战车会沿着预备道路快速扑向登陆点，配合装甲步兵发起反登陆逆袭。重装甲碾压之下，尚未巩固阵地的敌军很可能被赶回海中。诚然，敌军也非一羽之辈，
他们可能会投入大量两栖战车和坦克上路，但台湾的反装甲火力极其充足。我们汲取乌克兰战争经验，广泛装备了各式反坦克武器，从国造的红隼火箭、美制标枪飞弹到车载的托式飞弹，遍布步兵班组与机动火力小组之中，还有四处伏击的反装甲地雷与遥控炸弹，也都在等待敌方钢铁目标上钩。当年诺曼底登陆盟军，即便在制空制海权皆掌握的情况下，依然在德军防线前伤亡惨重。如今共军若冒险登陆台湾，面对的是更为密集的火力网与训练有素的守军，想轻松拿下滩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军的目标很明确，尽可能把敌人消灭在登陆海滩及其附近，不让他们顺利推进到内陆。这是滩岸决战的核心思想，只要滩头战果够大，对方元气大伤，本岛就有望守住。不过我们也必须做好最坏准备，万一敌军凭借人数优势逐渐扩大了登陆桥头堡，突破了第一线防御，战事进入台湾本岛的腹地城镇与山区，台湾又该如何守？这就来到了纵深防御与全民抵抗的阶段。台湾的国防思维其实早已从重滩头拓展到重纵深，也就是说，即便第一线守不住，我们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的抵抗力量。首先，台湾本身的地形就是上天赐予的堡垒，西部虽有平原城市，但中部有高耸的中央山脉，东部多山地丘陵，若敌军企图横扫整座岛屿，绝非易事。他们在平原城市会遭遇逐街逐巷的顽强抵抗，而一旦深入山区，蜿蜒险峻的山路将成为他们的噩梦。我国陆军近年来编组了新型的机动后备旅与各地守备旅，战时将投入守卫重要城市据点、山隘隘口。他们虽装备较轻，但熟悉本地环境，擅长游击战与伏击。敌军补给车队行经山路时，随时可能遭到埋伏摧毁，陷入缺粮断弹的窘境。可别忘了，只要台湾的制海权尚有争议，敌军补给线就始终脆弱，他们的一切物资都必须跨海运来，稍有差池就会后继无力。这与乌克兰能靠陆路持续获得外援截然不同。因此，只要我方陆上抵抗持续，拖延时间，其实情势对入侵者是相当不利的。台湾政府也已开始强化全民防卫的概念，后备军人的动员机制持续改进，教召训练更贴近实战。近年每年都有数万后备军人接受强化训练。2024年起，义务役服役期也恢复为1年，使适龄青年接受更扎实的战斗训练。这意味着战时台湾可动员的预备役人力将更充沛，素质更好。目前，台湾约有超过200万后备人员可供动员。尽管不可能人人上战场，但至少能组成多支后备旅参与防务。想象一下，当敌军试图攻入城市，迎接他们的不仅有正规军，还有随处可能出现的后备军人和自发民防团队。街角巷口可能埋伏狙击手，楼宇屋顶可能架着反坦克飞弹，地下道与夜晚中或许还有令人胆寒的游击小组神出鬼没。对侵略者而言，每前进一步都要担心背后和两侧的袭击，精神和体力都将面临极大考验。台湾社会虽爱好和平，但关键时刻也必定会万众一心，抵御外侮。回顾过去，从2次大战的华沙、史达林格勒到近年的马里乌波尔，城市巷战往往让攻方陷入泥淖。台湾若沦为下一个战场，我们有决心也有潜力，让每一座城市都成为难啃的硬骨头。政府目前也在推广全民防卫动员理念，民间组织如黑熊学院等协助训练平民基本医疗与避难知识。许多平民开始思考，战时我们能做什么？事实上，除了上战场，平民还能支援前线、救护伤患、维持后勤，甚至参与资讯战。这种全社会总动员的意志，将是台湾最后也是最深厚的护城河。只要台湾人不放弃抵抗，入侵者即便占领一时一地，最终也将深陷消耗战的泥潭难以自拔。国军的新战略就强调纵深防御、持久作战，目的正是在最坏情况下依然保存实力，等待转机。也许几周内救援未至，但只要撑过更长时间，国际支援可能陆续介入，那时情势将逆转。这就是台湾陆战纵深抵抗的希望所在。谈到国际支援，不得不提美国及其他盟友的角色。台湾并非孤军奋战，
美日等国虽未明说必定出兵，但也多次表态台海安全与他们利益攸关。美国过去几年不断加强对台军售和军事协训，就是希望台湾越强，战争越不容易爆发。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日等国极可能提供各种支援，从情报、侦察、卫星定位、后勤补给到武器装备的源源不绝供应。如果战争拖延，国际社会的介入程度势将加深。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或许会在西太平洋活动，对共军形成牵制压力。日本也可能在后勤上协助，甚至防备中国军队向琉球方向扩大战火。总之，外部因素很可能左右战局走向，而台湾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延长战斗持续时间。坊间常说台湾至少要撑2周，但其实越久越有利。我们的战略纵深没有乌克兰大，只能用时间纵深来换取生机。如果台湾能让敌军久攻不下，伤亡巨大，国际声援和介入的意愿就会越强烈，最终有望联合迫使侵略者退却。因此，每一位台湾人，每一名官兵在战时多坚持1天，都不是孤独的奋战，而是在为整体战局争取转圜。这也是为什么训练有素的后备军人，准备充足的民生物资，强固韧性的基础设施都如此重要。抗战必须一战一生存，把后方稳住，才能让前线安心打下去。现在政府也在改善能源和粮食储备，强化基础建设韧性，就是在为持久战预做准备。可以想见，未来的台湾即便进入战时状态，社会还是会努力运转，工厂维修武器，医院救治伤患，民众互助自救，全民一心撑住内部不垮，外部才有机会驰援。一场现代全面战争盼的不只是军队，更是整体国力与国民意志。台湾过去几年在这方面虽有不少进步，但仍需持续加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台湾人求生存的意志绝对不容小觑，这或许是所有防卫力量中最重要的一环。只要我们心不亡，台湾就不会亡。综合以上种种，回到那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中共若打来，台湾挡得住吗？老实说，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绝对保证的答案。战争充满变数，台湾的确面对一个军力远胜自身的庞然大物，然而挡不住绝非命中注定。台湾的军事实力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不堪一击。是的，我们没有核武，也没有数量庞大的现代战机舰艇，但我们拥有精锐的飞弹利器、密布的防御工事、专业的军事人员和觉醒的平民力量。在这片不足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的能量足以让任何入侵者付出沉重代价。或许有人担心，台湾军费预算仅占对岸的几1/10，兵力人数也少很多，怎么打？但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比拼。如果纯看军力指数排名，台湾约在全球前20左右，远不如排名前3的美中俄。然而别忘了，弱势的一方常常可以通过战术创新和意志力创造奇迹。当年以色列建国之初，四面受敌，仍击退数倍敌军。芬兰在1939年面对苏联入侵，以灵活战术打得对方伤亡惨重。最近的乌克兰更是在缺乏制空权的情况下，凭借决心与西方援助顶住了强敌的猛攻。台湾并不孤单，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和智慧，我们的半导体等科技产业世界领先，战时也能转化为强大后勤补给和研发能力。我们的民主社会有凝聚力，一旦面对外敌，内部分歧将放在一边，团结一致。我们的地理环境复杂多变，有利于守军运用各种巧招。所有这些都将汇成一句话：只要我们不投降，胜败就还未分出。台湾挡不挡得住，不取决于敌人有多强，而取决于我们有多强韧。只要台湾提前准备好，把每一分军力发挥到极致，把每一寸土地经营成堡垒，把每一个国民培养成国家防卫的一分子，那么即使战争来临，我们也一定能让对手大吃苦头。也许台湾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彻底歼灭来犯之敌，但完全有能力守住关键的防线，等待胜利的转机。战争没有必胜的公式，但有捍卫家园的决心，就有创造奇迹的可能。当然，我们讨论这些绝不是鼓吹战争，而是为了和平而备战。最理想的结局莫过于让对手知难而退，从未动手就明白台湾不是可以轻易拿下的。
对岸若真正了解武力犯台的高风险与高代价，理性的选择应该是三思而后行。台湾要做的就是不断壮大自己的防卫实力，展现出你打不赢的姿态。军事上强化不对称下阻，经济上保持韧性，外交上争取支持，内部凝聚民心，让潜在侵略者心生畏惧。唯有如此，战争才能真正避免。我们常说备战才能止战，正是此理。总而言之，今天的台湾虽然处境严峻，但并非手无寸铁任人宰割之鱼肉，而是一只小而强韧的刺猬，只要善用浑身的尖刺，就足以自保，甚至刺伤企图吞噬它的猛兽。台湾的军事实力正随着全民的警觉与改革逐步提升。我们或许无法确定未来是否会有战争，但我们可以确定，面对战争威胁，我们已经做好愈来愈充分的准备。希望这场最可怕的剧本永远不会上演，但如果真有那天，我们有信心高喊来吧，台湾绝不会屈服，我们将奋战到底，守护自己的家园，相信正义与勇气终将胜出，宝岛的自由之火终不会熄灭。